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加拿大的通胀率在4月份再次回升，同比上升4.4%，高于经济学家4.1%的预期。这也是自去年6月份以来的首次加速。通胀加剧主要是由汽油价格上涨、租金上涨和抵押贷款成本上涨推动的。住房成本同比上涨了4.9%，抵押贷款成本同比上涨了28.5%，租金成本同比上涨了6.1%。通胀数据高于预期，这表明加拿大央行很可能会在6月份恢复加息。蒙特利尔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道格拉斯·波特在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，最新的就业报告再次显示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整个春季，加拿大央行就可能被迫重新考虑加息问题，尤其是在房地产出现复苏迹象的情况下。最近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，4月份全国房屋销量环比上升了11.3%，但是销量与去年同比仍下降了19.5%。房价指数环比上涨了1.6%，但同比下跌了12.3%。4月份实际平均房屋价格与去年同比下降了3.9%。4月份新上市房屋数量环比微升了1.6%，新增供应量仍处于20年的低位。但是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认为，随着供应增加，市场可能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，最终可能会吸引更多首次购房者进入市场。由于4月份的销售增长远超过新挂牌量，销售于新上市比率从3月份的64.1%跃升至70.2%，该指标的长期平均值是55.1%。截止今年4月末，全国库存3.3个月，比3月底的3.8个月减少了半个月。这项数据的长期平均值约为5个月。今年4月份综合房价指数环比上涨了1.6%，这是自2022年初以来的首次上涨。现在的房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.3%，但是降幅小于1月、2月和3月的记录。4月份全国平均房价为71.6万加元，同比下降了3.9%，但是比1月份上涨了10.35万加元。这主要是由大多伦多地区和 BC 省的低陆平原的销售量大幅反弹所致。如果要从计算中排除这两个地区，全国平均价格迅速下降至57.2万加元。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最近表示，加息有效地使房地产市场活动降温，并推动很多市场的房价出现2位数的跌幅。尽管一些市场已经企稳，甚至看到价格和活动回升，但是央行预计未来几个月房产市场将继续调整。4月份全国各地的新房开工数量都上升了，其中温哥华增长了36%，多伦多增长了54%，蒙特利尔增长了43%。虽然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独立屋开工量下降，但被多单元开工量的大幅增长所抵消，而温哥华则在这两个领域都出现了增长。CMHC 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表示，74%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受到或者是预计会受到更高利率环境的影响。在受影响的人中，约49%的人表示他们难以跟上包括抵押贷款在内的债务支付。现在只有55%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他们的房屋价值会增加，这比去年调查中84%的水平要低得多。与去年同比，3月份加拿大破产总数增加了28.3%，这是因为消费者和企业的破产数量都在攀升。破产管理署表示，3月份有12203起破产，高于去年3月份的9513起。与今年2月份的9526起相比，这一数字也增加了28.1%。增加的原因是加拿大人面临更高的利率和通货膨胀，这推高了生活成本，并使家庭预算紧张。3月份的消费者破产数量为11768起，高于2022年3月份的9195起和2023年2月份的9222起。与此同时，3月份有435家企业破产，高于去年同月的318家和今年2月份的304家。此外，新斯科舍省和曼尼托巴省的破产率与去年相比飙升了40%，安省的破产率上升了31%，阿尔伯塔省上升了30%， BC 省上升了28.5%，魁北克省上升了26%。最近，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，30%的加拿大人在抵押贷款方面遇到了困难。
对于浮动利率的人来说，这一数字上升到了51%。他们最担心的是何时续签合同。77%的人表示，他们担心无论拥有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抵押贷款，都可能带来更高的费用。在抵押贷款期限还剩25年的人中，有91%的人担心未来。即使是抵押贷款期限剩下不到5年的人中，仍有44%的人担心。如果被迫出售房屋，将近18%的人会赔钱。对于那些贷款期限超过25年的人来说，这个数字会跃升至24%。经济学家估计，2/3的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持有人已经达到触发利率，这意味着更大比例的月供用于支付利息，而不是偿还贷款。现在5月份已经过半，即将进入6月份。其实房产市场已经悄然发生变化。加拿大房产经济协会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，在5月份的第一周就出现了新供应的爆发。皇家银行的一份报告称，在经历了1年多的价格下跌之后，大多伦多地区房产市场似乎已经出现拐点，但未来几个月卖家可能会增加，这会抑制价格上涨。皇家银行预计市场将在今年春天触及周期性底部，但是他们认为热度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，因为过去1年购买力大幅下降，使大量买家离场观望，尤其是首次购房者，他们继续面临进入房产市场的重大障碍。其实央行在6月份恢复加息是我们已经预料到的事情。6月份之前是房产市场的传统旺季，央行暂停加息的目的是给房产市场春季旺季让路。现在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已经落后美联储75个基点，基准利率长期落后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影响。首先就是可能导致资本从加拿大流出，投资者可能会把更多的资金转向美国，以追求更高的回报。这势必给加拿大经济带来一定的压力。第二呢，就是汇率压力，基准利率落后可能会导致加元贬值，这可能会使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变得更加昂贵，也会让加拿大的通胀进一步加剧，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输入型通胀。现在房产市场春季旺季即将结束，所以暂停加息的使命基本完成。在本月初，央行行长蒂夫就表示，通货膨胀有可能严重高于加拿大央行2%的目标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央行准备进一步加息。接着，加拿大统计局就发布了通胀加剧的数据，以配合下个月的加息。目前利率已经很高了，很多人都在赌加拿大央行今年提前降息。但是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，加息都还没加到位，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。一旦央行再次加息，势必会给刚刚升温的房产市场当头一盆冷水，让人们变得更加清醒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